马六甲是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，而今天我们要走进一栋保留最完整的华人老宅——巴巴妞亚祖物博物馆，看看100年前混血华人是怎么生活的。这里就是著名的 Baba and Nyonya Heritage Museum， 它其实是由3间相连的店屋组成，是一户土生华人家族的故居。里面的每一件家具摆设几乎都是原装保留哦。爸爸指的是男性世生华人，Nyonya是女性，他们是明朝时期从中国南方来到马六甲的华人，以当地马来人通婚后诞生的混血族群。他们保留了中华礼仪，同时融合了马来文化，形成独特的语言、服饰、饮食和家庭结构。因为在古时候呢，我们是属于那种封建社会，他们觉得女生未出嫁就不能够随意去外面见其他的男生，因为外面都是大人地方。如果那些未出嫁的女生想要看他们的未来丈夫，一个小孩，通过那个小缝，对，对，为什么我说通过小缝看到未来丈夫呢？是因为在那时候呢，他们的婚姻都是包办的，你有什么自由呢？这边人讲曾董，一个是姓氏的龙，一个是商号，他们家是姓曾的嘛，所以这个挂在外面就说曾字，大家知道我是姓曾的人的房子。然后这一个呢是瑞幸，不是那个瑞幸，这个瑞幸呢是我们家的商号，他们有很多的生意，他们是从香料贸易先开始，再到橡胶种植、油棕种植、茶园种植等等，所以才能够变得那么的富源。我再往这个部分走，这个房子里面是那个最精美的部分，他们家的楼梯，可以看到吗？这个楼梯呢，其实是一根钉子都没有使用哦。对，他们是用一种叫榫卯的方式来建造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相信钉子只能在棺材上面，所以是非常不吉利的。包括那些中式家具都是没有用钉子的。然后可以看到这些金呢，都是金箔，整间家这边全部都是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才不让游客用闪光灯拍照？因为闪光灯拍照呢，1年365天嘛，每个人拍一张，一直闪耀呢，会造成那个金箔褪色。可以看到这个楼梯的边缘这边有很多的武器，看到棍子、铁扇这些，一直到楼上去。这个呢是8仙的武器。虽然说我们已经在国外那么久，这种对于风水还是很相信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楼梯就是一路上延伸上去嘛，8仙的武器在路边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通往天上的楼梯那一路。这个天景很特别，在下雨的时候呢，雨水顺着那个水管从那四周就把过不会下雨，我也希望下雨太热了。OK， 所以下雨的时候呢，会从那水管那渗出来，变成一个喷池那样的感觉。OK， 雨下的越大，这边就越漂亮。水呢，最开始慢慢聚集在这边，变成一个漩涡，一直旋转。只有这个天井而已才有这个现象。OK， 为什么它会这样设计呢？因为水，我们华人相信水就是财，全部都聚集在中间就聚财。OK， 然后呢，祠堂在这边，就象征着这边家的祖先们都在保护着我们家的财富。我们相信风水，那特别强调。这一边是祠堂，就是他们用来祭拜祖先的地方。可以看到吗？我们还是会记住，在春节，我们叫农历新年，我们叫春节，清明节，那个家庭成员的忌日，冬至这些，他们家会回来祭祖，我们也会回去我们的家去祭祖。然后还会放烧鸡、烧鸭、烧猪啊这些来供奉给我们的祖先。然后呢，我们也会进行一个仪式，叫什么？我们这边本地人应该听懂叫寡龟，就是
至交圣杯啊，圣杯我们会丢，对就是我会问祖先，一切都回来了吗？什么之类的，我们会丢吃饱了吗？我们就丢圣杯。如果是一正一反，代表着是；如果是2个正或2个反的话，就代表着一个是生气，一个是笑对，我们也会这样做。然后呢，这个是第一代的照片，征天禄，天上的天，俸禄的禄，他的妻子周飞燕，他是来自福建同安的，他妻子呢是印尼土生土长的华人，所以已经算是本地人了。所以结婚以后呢，生下了后代，男生我们叫爸爸，女生我们叫娘人。第一代、第二代跟第三代。这个也是我们巴巴娘惹文化里面一个最具代表的东西，娘惹词。可是我们不叫什么？我们老一辈的那些像我奶奶呢，她不是叫娘惹词，而是叫丁安芒果上海的瓷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都是从上海出口，可是原产地不在上海，而是在你们中国那边最出名的地方，回答吧。景德。对，就从景德在那边运过来。OK， 到齐了。OK， 这边呢是第2楼，这边呢是新人房，就是男女主人的睡房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2件礼服。这2件礼服呢是第3代男女主人在1917年结婚的时候所穿过的礼服，已经有108年的历史了。这是典型的清朝服饰，而这个呢就比较特别，这是明朝书生的服饰。就你们看过一个周星驰的电影《唐伯点》，就这种。这件礼服呢特别的不是它的款式，而是它上面的装饰。你想象100多年前一个男生身上穿着一个花花绿绿那个孔雀在上面，已经是很 futuristic 了，非常的超前。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款式，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个人喜好吧，所以就变成这样。因为这2套礼服其实是从上海订购，所以可能当时拿到订购单就是我要这个，所以变成这个款式出来。然后各位你们可以相信吗？这间房子在100多年前是有监控系统。监控系统是有监控系统没有开玩笑他们很前进，这是100多年前的监控系统，没有使用电源供应的。我们俗称猫眼，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屋主人呢，可以透过小风孔就可以看当时有谁在外面。其实从不同的角度呢，比如说你们从这边你蹲下来看，就可以看到大马路。你敢的话你就低一点。这个呢我们叫蟹兰。蟹兰用我们的语言呢是叫巴沟虾。这就讲到我们巴巴娘惹的语言了。我们巴巴娘惹的语言呢，就是早期的马来语混合闽南语，就是我们所谓本地人叫的福建话。虽然说跟福建没关系，可就是闽南语，我们已经习惯了叫福建话。所以呢，我们怎么样混合了？这个呢，我们巴巴语叫做巴沟虾。巴沟是马来语篮子的意思，虾是闽南语谢的意思，感谢感谢，所以这是谢啦。对，所以这个呢，其实从福建那边传过来的。它的用途是什么呢？在结婚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把一些聘金啊、金银珠宝这些放里面，然后互相赠送给对方。一个篮子有多少层？随便猜，4层。还有其他答案8层哦，8层。一个篮子不是2个，一个，看5层，8层。其实有人说对，答案是4层。所以有的人以为是5层，为什么呢？1、2、3、4、5，其实是1、2、3、4。为什么它明明是4层？对，它明明是1层1层，算起来4层，可是为什么我要做的看起来像5层、6层、7层、8层这样的？因为呢，它是要避开4字，4跟死是很接近的，就是死。对，我们也相信这个东西。对 ，OK。可是为什么直接做成像7、8层就好了？我为什么要做的看起来像5层这样？因为呢，4呢，如果你用那个闽南语发音呢，是记你杀喜，喜事的喜。结婚用的嘛，喜事嘛，4加4等于8，就等于8。4等于怎么个混合方式呢？来，第一眼看到第一印象，你觉得它是西方还是中式的？中式。OK， 可是你注意看它的设计其实是很西方，上面这边是中式的狮子、凤凰这些，然后旁边呢还有竹子，可是它的款对全部都混合在一起。
因为我们后期受到西方的影响很大，所以我们全部都把它混合在一起，对，就变成一个很新的、很特别的一种审美方式。货币，我们这边呢曾经被很多国家殖民过，一开始葡萄牙人来，葡萄牙人走了之后呢，荷兰人来，荷兰人走了之后呢，英国人来，然后到了二战的时候，我们这边短暂的被日本人占领了3年8个月，就在二战的时候，所以可以说经历过4个殖民者吧，这4个国家。这一个呢是近期使用的，就是在英殖民的时候使用的，我们叫的 Strait Settlement Dollars 海峡殖民币。可以看到，这边呢是一些家庭照。那一张呢，我们可以大概预测，它是在二战的时候拍摄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门口挂着一个日本旗。其实，在二战之后呢，他们基本上就没有回来那边居住了。他们在海边的别墅呢，其实比这个房子更大。桌子的意思都对，班将是长的意思，马来语，所以就是长桌。可是这个跟华人不一样了，我们华人吃饭不是圆的吗？啊，这是跟着西方人长桌。然后所以说我们讲的一样，可是都是手绘的，所以每一个都有一点差别，看到吗？他的头往后靠，他的头往前，头比较大，头比较小，花比较大，花比较小，因为每一个都是独立无二的。OK， 青花瓷呢，我们只有在丧礼的时候才使用，葬礼跟丧礼的时候祭祖才使用，平时我们不使用。这些祭祖。青花瓷，对，我的家族到现在都还是用青花瓷来祭祖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这边看到这个博物馆房子的构造，3间房合成一间，第1间、第2跟第3。OK， 当时候呢，屋主人买下3间，然后打通，就变成现在这个你所看到这个房子的构造，对不对？OK， 为什么你单单看一间房子呢是非常的长，可是很窄？是因为呢，这个房子在荷兰时期就已经存在了。在古时候呢，荷兰人呢还有一个很奇葩的制度，叫做你的房子越宽，你要缴的税更多。所以我们把房子做的窄窄长长的，所以就不用缴那么多的税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税呢，叫做 window tax， 窗口税，窗口越多，你缴的税越多。所以你去外面看，窗口也是不多了，一个房子可能就2、3个窗口，3、4个，楼下2个，楼上2个之类的。最后部分，厨房吃饭的时候就这样，敲这个，让大家知道吃饭时间到了，来集合喽之类的。这边呢也是佣人准备餐点的地方，所以看到这边的装饰比较朴素一些，毕竟是给佣人的嘛。他们家有8个佣人。然后呢，这些东西可能你们自己的家里或有都比较普遍的吧，就那种碗盘啊那些。然后呢，就是储存一些可能香料或者制作糕点的模具的地方。所以像那个热水壶啊，就烧水的，然后炒菜的、蒸东西的都有这边。然后呢，这个做糕点的壶是比例，刨冰的、搅冰的，跟没有使用电源的冰箱。它怎么样操作呢？很特别，它把冰块放下面，再把食物放下面盖着，所以我要保存。反正现在的厕所可以使用的 ，OK。可是我们现在来看呢，最后一个部分，他们家的浴室，可以在这边，这叫家的浴室。对，然后以前的浴室。然后呢，最后这边这些重要人物来过了，像来这边留个签字啊之类的。李克强。到这边呢，我觉得讲解就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点评啊。用成语来做一个结尾吧。OK， 你可以看到早期的华人呢，他们来到这边以后呢，有人在那边就是工作啊这些赚了一笔钱，就回去了。OK， 叫做落叶归根。可是像我们这个就不一样了，我们是落叶生根，我们在那边生根了，已经几代了，可以看到吗？我们的文化方面也和本地人混在一起了，所以希望你们来马来西亚这边呢，可以好好体会到啊我们的独特的华人文化、美食等等。OK， 就这样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你们。可以坐，可以坐。
看完这趟馆内之旅，我真的对土生华人文化大开眼界。它不只是华人加马来人，而是一个完全独立、充满自信的文化体系。如果你来马六甲不只是为了吃饭粒、走夜市，这里一定值得你花1个小时静静感受一下100年前的生活方式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文化深度探访的行程，记得点赞、分享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，你还想看哪些冷门景点呢？我们下集再见喽！